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分享时刻。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的书《无声告白》Quiet: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't Stop Talking。这本书由苏珊·凯恩 （Susan Cain） 撰写，自2012年出版以来，便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内向与外向的广泛讨论。苏珊·凯恩是一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的律师，但她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一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。她通过《无声告白》这本书，挑战了我们对内向者的传统看法，并揭示了内向者在当今这个外向型社会中所拥有的独特力量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、强调社交和团队合作的世界里，内向者常常感到被忽视或误解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推崇外向性格的文化中，从学校到职场，从社交媒体到日常生活，外向者似乎总是占据着舞台的中心。然而，苏珊·凯恩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案例，向我们展示了内向者所拥有的巨大潜力和独特优势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世界上的伟人如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、圣雄·甘地、罗莎·帕克斯和比尔·盖茨都是外向者，我们的文明会如何发展？事实上，这些改变世界的人物都是内向者，他们通过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成就了非凡的事业。那么，作为内向者的你，是否也曾因为自己的性格而感到困惑或不安？今天的分享将帮助你重新认识自己，发现内向性格的真正力量。1. 内向与外向，性格光谱的两端。在无声告白中，苏珊·凯恩首先为我们解释了内向与外向的概念。他指出，内向和外向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对立面，而是一个连续的光谱。每个人都处于这个光谱的某个位置。内向者倾向于从内部世界获取能量，而外向者则从外部世界获取能量。根据卡尔·荣格的理论，内向和外向是两种基本的性格倾向。内向者更喜欢安静和独处，而外向者则喜欢热闹和社交。这种差异源于大脑中神经递质的不同反应机制。例如，内向者对多巴胺的敏感度较高，因此他们更容易感到过度刺激，而外向者则需要更多的外部刺激来保持活力。了解内向与外向的性格差异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。例如，在职场中，内向者可以通过安排独处时间来恢复精力，而外向者则可以通过参与团队活动来获得能量。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倾向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。苏珊·凯恩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艾米丽的女士，她是一位成功的律师，但总是感到自己在职场中格格不入。通过阅读《无声告白》，艾米丽意识到自己是一位内向者，并开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。她开始拒绝不必要的会议，专注于深度工作，最终取得了更大的成就。内向不是一种缺陷，而是一种力量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改变自己，而是学会欣赏和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。深度工作，内向者的优势所在。深度工作是内向者的一大优势。苏珊·凯恩指出，内向者擅长集中注意力，进行长时间的深度思考和创造性工作。这种能力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。深度工作 （Deep Work） 是由卡尔·纽波特 （C.A. Newport） 提出的概念，指的是在无干扰的状态下进行专业活动，使个人的认知能力达到极限。这种状态能够创造新的价值，提升技能并且难以复制。内向者由于其性格特质，更容易进入深度工作状态。为了发挥深度工作的优势，内向者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设定专注时间，每天安排一段时间，不受任何干扰，专注于重要的工作；创造安静的环境，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工作，减少外界干扰；使用番茄工作法，工作25分钟，休息5分钟，循环进行，保持高效。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杰克的程序员，他总是感到在开放式办公室中难以集中注意力。通过调整工作环境，杰克开始在家中工作，并利用深度工作法，他的生产力大幅提升，最终成为团队中的核心成员。深度工作是一种稀缺的能力，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。在无干扰的状态下工作，能够让我们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价值。3. 倾听与沟通，内向者的独特优势。内向者通常被认为是优秀的倾听者，他们善于观察和理解他人的情感和需求，这使得他们在沟通中能够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。倾听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技巧，它不仅包括听到对方的声音，还包括理解对方的情感和意图。内向者由于其性格特质，更容易做到这一点。他们倾向于在对话中保持沉默，给予对方充分的空间表达自己。为了发挥倾听的优势，内向者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：积极倾听，在对话中保持专注，给予对方充分的关注；提问与反馈，通过提问和反馈，确认自己理解对方的意图；情感共鸣，尝试理解对方的情感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。苏珊·凯恩在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玛丽的内向者，她总是能够在团队会议中提出深刻的问题，
并给予他人有效的反馈。通过倾听和理解，玛丽成为了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倾听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，它能够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连接式。领导力，内向者的另一种可能。苏珊·凯恩在书中挑战了传统对领导力的看法。他指出，内向者同样可以成为优秀的领导者。他们通过倾听、理解和深思熟虑的决策，能够带领团队走向成功。领导力并不仅仅依赖于外向的性格特质，内向者可以通过其独特的优势，如深度思考、倾听和情感共鸣，来建立强大的领导力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内向领导者往往能够更好地理解团队成员的需求，并提供有效的支持。内向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挥领导力：建立信任，通过倾听和理解建立与团队成员的信任关系；深思熟虑，在决策前进行充分的思考和评估；激励与支持，给予团队成员情感上的支持和激励。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汤姆的内向领导者，他总是能够在团队中建立信任，并通过深思熟虑的决策，带领团队取得成功。汤姆的领导风格得到了团队成员的广泛认可和尊重。领导力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，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过程。内向者可以通过倾听、理解和深思熟虑的决策，成为优秀的领导者。5、自我接纳与成长，内向者的自我实现之路。苏珊·凯恩在书中强调了自我接纳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，内向者需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性格特质，并将其视为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。自我接纳是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意味着接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提升。内向者通过自我接纳，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实现个人成长。内向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自我接纳：自我反思，定期进行自我反思，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质和优势；设定现实目标，根据自身情况，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；寻求支持，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惑，寻求支持和建议。书中提到了一位名叫丽莎的内向者，她总是感到自己在社交场合中不自在。通过自我反思和自我接纳，丽莎开始接受自己的性格特质，并将其视为一种优势。她开始参加小型聚会，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。自我接纳是个人成长的第一步，只有当我们真正接受自己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实现真正的自我。通过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了解了《无声告白》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和重要习惯。苏珊和凯恩通过深入的研究和生动的案例，向我们展示了内向者所拥有的独特力量和优势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是一位内向者，我鼓励你阅读《无声告白》，并将其中的理念和习惯应用到你的生活中。相信这本书会帮助你更好地理解自己，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实现个人成长。记住，内向不是一种缺陷，而是一种力量。你拥有无限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，只要学会欣赏和利用它们，你就能在人生的舞台上绽放光彩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激励你重新认识自己，发现内向性格的真正力量。记住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改变从现在开始。让我们一起在无声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。